最近呢，有一个粉丝问我啊，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又想复婚的？其实这样的人啊，还是不在少数啊，只不过呢，要看他的运气怎么样了。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啊，事业有成，风韵犹存。她离婚了，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刚来找我的时候，心气儿特别的高，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啊，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啊，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啊，现在呢自己正当年，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啊，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内涵也很丰富啊，谈吐也很高雅，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啊，思维啊可能守旧了一些，总之在各个方面啊都跟不上了。所以呢，她提出了离婚。这位客户啊，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客户啊，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刚开始啊，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儿上的啊。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啊，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又或者呢，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啊，也是不成。总之呢，挑来挑去的啊，结果是什么呢？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后来呢，他就把条件啊稍微降下来了一些啊，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条件呢也不如他的啊，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于是呢，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啊，1.80米的身高，硕士学历啊，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也是离异的，比他小5岁。可是啊，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啊，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啊，说这个还是算了啊，不想继续交往了。我一问才知道啊，他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他结婚，对他呢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啊，对方收入不高，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他的档次。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旅游也好，都是女士在掏钱。刚开始呢，他是处于好感啊，都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啊，他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他了。而且呢，他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因为最近有一次啊，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啊，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他背后做了调查，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啊，可以帮一下。这么多钱啊，他是不会投的。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于是呢，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经过这一次啊，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是后来呢，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又是一样的啊，被人家拒绝了，全部都被拒绝了。就这么着啊，折腾了大半年，他终于累了，开始想念他的前夫，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他觉得呢，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啊，哪儿啊都比这些人强100倍。但是大家觉得她的前夫还能接受她回到身边吗？最近呢，有一位家长问我啊，说他女儿33岁了啊，想找个男朋友，怎么这么难呢？我们先说一说她的条件啊，本科毕业，身高呢是1.65米，体重呢110斤，在北京做培训的工作，月收入呢1.5万，目前呢没房没车，到现在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像这样的女生，家里边确实很着急。那他自己的压力呢也不小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年纪大了没有结婚，每一次过年回家呀，家里人都会催婚的，导致他们呢有时候过年过节回家，看到家里的长辈啊就会害怕。说实话，他这个女儿人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她找男朋友的标准却有点高。家里呢2个月给她介绍了4个相亲对象，全部都凉凉了。前3个呢分别都死于身高不够高啊，或者呢是工作狂没有情趣了，要么呢就是工资还没有他高了。第4个呢他还挺满意的，不过呢他每一次跟人家聊天都很被动。说白点啊，他就是每次要等男方找他聊天，态度从来都是不主动也不热情。他生怕呀在男生面前掉价了，以至于1个月之后男方不再找他聊天了。又过了10多天之后啊，他感觉不对劲儿了，就主动找这个男方聊天。结果男方跟他说呀，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结果他就痛骂这个男生是个渣男啊，说有女朋友怎么还出来相亲啊，真不是个东西。现在啊，他的父母看着这种情况，问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他女儿条件并没有那么差，找一个喜欢的人怎么那么难呢？我就告诉他一个真理啊，你知道吗？男生如果和女生进行对比的话，男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家听得进去实话啊，从小就不会跟女生一样被家里无条件的宠着。
他们觉得女儿的要求啊并不算高啊，差不多就行了，身高1.75米以上，干净且耐看就好啊。男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月工资呢2万以上，最好本地呢有个房就行了。年纪小3岁到大5岁都可以接受。可是我说啊，你现在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你女儿她自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男生对伴侣的要求吗？他母亲说，我们是女生嘛，不一样，男生不都是向下兼容的吗？我说啊，其实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男生和女生在婚姻的选择权利上是相等的。你在挑选男生的同时，男生人家也在挑你啊，没有谁欠着你的。你女儿虽然她心烦啊，她其实不是找不到喜欢的人，而是她一直都在等那个方方面面都比自己优秀的男生还得来追求她。可能她以前交的男朋友是比较优秀，可是呢，那些优秀的人可能只是跟他谈恋爱，并不意味着要跟他结婚，这个是两回事儿啊。你想要人家爱你，娶你回家，那你总得让人家图你点什么。比如说，你的颜值很高，比如说你身材有道啊，比如说你情绪价值给的很好啊，或者再比如说你谈吐不凡，你很自律。你千万别整天啊说自己要求不高了，就是没有人追啊。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你的高考分数，清华北大你随便挑，但是你舍不得离开家呀，随便挑一个家门口的985上了，这个呢才叫将就。但是其实呢，你就是一个上大专的线，却到处说自己一直在等北大清华的招生办的电话，眼看着志愿申报要快截止了，你又来了一句，985啊我都不要求了，我就将就着上个211算了。你看我已经把条件降到这么多了，211应该主动来抢我了吧。这个呢不叫将就，这个就叫还没睡醒呢，还做着梦呢啊，太自信了。他其实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呢又不甘心。结果他父母说，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这个道理啊。我说啊，很多的女孩子，社会对她们的预期就是天真无邪，而且呢，从小到大，女孩哪怕她是有一点点高于男孩的成绩啊，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奖赏。所以她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真的不是一天两天才形成的。那除了真的关系好的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人会告诉你，谁会告诉你你家的孩子并没有你心目中那么优秀啊？没有那么讨男人喜欢，更不会有人告诉你你家女儿长得不好看。谁吃饱了没事干去得罪人呢？对吗？最后呢，我很难说他们有没有听进去这些话。那就算是他的父母听进去了，那他的女儿要改变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你们说是不是？女人嫁不出去是因为太优秀了吗？其实优秀的原因真的不大，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情况一，你23岁的时候有个80分的男人追你，你犹豫了一下没接受。28岁的时候呢，有个75分的男人追你，你想接受，但是你不甘心白白耽误的这5年时间，所以心里想着要是有一个81分的人追求，我就接受了。那到了33岁的时候呢，已经很少有70分以上的男人追你了，但是你的标准依旧是81分啊，于是你只能剩下了呀。那情况二呢，年轻的时候80分的你被一个95分的高富帅降维追求，那你欣然接受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是个花花公子，只想跟你玩一玩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结婚，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你甩了。但此时的你呢，觉得95分的男人才是你门当户对的人，毕竟呢跟高富帅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以后找对象总不能低于90分。然后你拒绝了众多80到89分的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身的分数也越来越低了，你的追求者呢也越来越普通了，于是你只能剩下了。那第三种情况呢，你自身是很优秀的，年轻的时候由于学业、事业等原因耽误了你的恋爱，直到事业有成才发现自己年龄太大了，剩下来了。但是女人和男人不同不愿意降维出嫁呀，你是32岁的年入100万的女强人，那你的择偶标准呢，一定是32岁到40岁的男士年入不少于100万的。在你眼里要求并不高，只要和你一样优秀就可以了。但是如此优秀的男士更加偏爱年轻貌美的小女生。情况四，你出生在条件一般的农村家庭，有一个弟弟之类的从小呢立志就想离开农村，向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于是呢你就努力的学习，考上了1线城市的大学，毕业之后呢打拼了好几年，终于呢成了光鲜亮丽的白领，你的眼界随之变高了。你想立身在这座城市，
不愿意回到农村找对象，必须是城里边有房有车的男生。在一线城市呢，跟你相同想法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了。你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相亲局，就是找不到特别满意的男生，要么呢身高太低了，要么呢长相太差了，或者呢工作就没有什么发展。就这样不知不觉啊，你就被剩下了。很多的人都觉得在一线城市的女性啊很优秀，就应该配得上最好的伴侣，就应该是相亲市场最受欢迎的女生。问题在于他们啊把一个人的优秀等同于婚姻里的优秀。通常说啊，一线城市的女生优秀主要是指她们的事业不错，有较好的阅历啊，有较好的工作和学历，但是这个优秀只代表你工作的优秀啊，它跟婚姻里的这个优秀是两回事儿。很多的女生容易把优秀理解成工作啊，如果年收入到了50万以上，那确实很优秀，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那觉得自己有更大的选择。可是你如果年入50万，你一定想找一个年入100万的，那年入50万在年入100万的眼里可能价值并不是很高。你只要到相亲市场里面竞争一下，你就能知道，在相亲局里，你看哪个女生收的花最多，她在男性眼中就是一个优秀的伴侣。看男性对于这个女生的受欢迎程度，也就能清楚的知道相亲市场什么叫优秀。对于男生来讲呢，优秀的伴侣首先看的就是年龄和颜值，其次呢是性格，其他的呢都随缘的。所以呢，你的那些工作、收入、学历、家境都是次要的，只是加分项啊，不是主要项，明白了吗？女生们知道吗？现在真的是变天了。男生们现在啊都在遵循333原则，如果女生还不知道的话啊，你真的要吃大亏了。什么是333原则呢？就是2个人认识之初，男生会主动的3次找你聊天，你回复特别慢啊，或者是回复的特别敷衍的话，他就不会再联系你了。然后呢，约你3次你都不出来的话，那直接啊就追下一个了。接触3个月啊还不想确定关系的，直接就把你拉黑删除了。所以女生不能再说啊男生不主动追你了，那是因为你认为的矜持，或者你就是没有看上他，但是你又没有明说造成的后果。之前女生们都奉行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一个男生追你都没有点耐心的话，那就说明他呀不那么爱你。他们还认为在感情当中，男生就应该主动，女生呢就应该矜持。女生如果回应的太积极了，太主动了的话，会很掉价的，也得不到男生的珍惜。那这些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深深的存在于女生的心里面。这些观念有可能是父母给她灌输的，也有可能是她身边的闺蜜告诉她的。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一套观念在如今啊，是真的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因为现在的男生他们也想得很明白了，如果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他就是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她，那也只是追来的东西，不是真心喜欢自己的。男生们还是相信爱情啊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是不会舍得让他追得那么辛苦的。你再漂亮也好，你再优秀也罢，如果你不喜欢他，那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何必要那么上赶着去讨好你？没那个必要的吧。还有很多的女生希望通过考验这个男生是不是舍得给自己花钱来衡量他是不是真心爱你的。说句实话，这件事情啊，反过来对女生也是一样的考验。你们明白吗？如果你是真心爱一个男生，你是不会舍得造他的钱的，你会心疼他挣钱的不易啊，会给他省钱，计划开支，甚至是你都会给他花钱，你更不会把他当提款机，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甚至呢还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男人都不傻，你要是安心跟他过日子的话，他们其实也不会那么计较钱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说我只给我自己的女人花钱，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啊，现在有好多的男女啊，在相识之初推进关系特别困难。因为相识之初，女人都要考验男人的诚意啊，男人呢要观察女人的真心。这个时候的男人是最不愿意轻易给你花钱的时候，而女人这个时候呢，最关心的就是男人的诚意，而这个诚意呢，他们就是靠金钱来衡量的。一切的一切就坏在这个点上了。你如果真心想跟人家过日子，你就拿出点未来妻子的样子，别整天把自己弄得跟个捞女差不多。哪个男人不下头啊？还想让人家娶你回家呢？
我看他躲你都来不及呀。所以啊，你们这一类的啊不剩下，那谁剩下呀？35岁了，对于一个未婚女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如果她想找对象的话呢，要么她就会高不成低不就，条件好的呢嫌她老，条件差的呢她看不上，要么呢就是不会经营感情，喝了太多毒鸡汤。殊不知啊，这些毒鸡汤已经开始不好使了。现在的男人啊不吃那一套，如果不找对象呢，那似乎这一辈子又太长了，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呢？到底该怎么办好？一位粉丝给我投稿啊，叙述了他这10几年的经历。他今年已经35岁了，22岁大学刚毕业啊，因为他的颜值还不错啊，家里啊就有好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了。这里边真的不乏条件很好的男生，可是啊那个时候啊自己的眼光太高了，一个都没看上。很多的男生家里啊房子车子彩礼都准备好了，只需要他点个头就行。等到了25、6岁的时候啊，来说媒的人就更多了。那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该谈个对象了，就选择了一个交往啊。可是对方虽然什么条件都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是就性格方面太大男子主义了，事事都要听他的，好多事情我基本上所有的意见建议啊都被否定。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优秀的缘故，所以呢他特别的自我，有点唯我独尊的感觉，而且在生活上他也是个巨婴型的人格，感觉并不成熟，很多事情啊他都要听家长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不欢而散了。总之那一段谈下来，我觉得啊条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我又继续的在相亲，直到29岁我都没有相到一个满意的，给我介绍的也不多了，一年当中呢也就2、3个。我感觉自己还是太看重条件了，同时呢我还需要找点感觉，这2样东西一直都是我找对象的原则。可是到了33岁的时候啊，我感觉不能再这么找了，介绍的对象条件也越来越差了，根本就没法跟20多岁时候人家介绍的那些男孩子比。但是年龄大了，这是个硬伤啊，所以我就再一次降低了一些要求，比如可以一起买房还贷啊，对眼缘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长得顺眼啊就可以。学历呢我也没有那么需要他必须比我高了，读了本科就可以。收入方面呢比我好点呢就行。后来我真的接触了一位，可是这样的条件的男生啊，我自己的内心实在是接受不了，他没有任何的亮点可以吸引我去喜欢他，而且情商呢也不高。这个时候啊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30多岁的人如果他一直想结婚却一直没有结婚的话，他一定是哪里啊有点毛病的，不是条件差就是情商低，包括我自己应该也是，所以没有想在一起的兴趣。这个时候啊我心里的目标又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一点点要求，还是得找个好点的，不然自己啊喜欢不起来，就算结了婚可能也是勉强不会幸福的，那还不如我自己单着呢。现在我都35岁了，保养的呢也还可以，经济也独立，我就想啊再努力一把吧，看看还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事情呢去提醒一下当下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千万不要太好高骛远了，眼前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就尽快谈一个，28岁前最好把婚姻的事情完成了，别最后像我这样拖到最后啊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过。我嘴里说的不将就啊，不过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你们说他说的对吗？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正确的去相亲。就有些女生啊对于相亲她真的是有极大的误解的啊，整个认知真的是错的。首先第一点啊，相亲呢不是来找感觉的，是2个人都看对了眼了啊，都往一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相亲是给男生提供一个认识你追求你的机会，然后呢还要跑一遍恋爱流程啊。相亲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而不是让他去讨你欢心追你然后谈恋爱啊，这个不是正确的相亲规则。很多的女生啊就觉得相亲你不得追我一下吗？你不是相中我了吗？就不应该追一追吗？然后你们建立感情培养感情这个过程当中，看彼此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就会往下一步的关系去推进，对吧？去确定关系去结婚。所以啊姑娘们别太矫情了啊，别觉得就是我过来就是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还真的不是。如果你非要给他增加难度的话，这个男生肯定就下一个了。然后第2点，相亲不用一面定生死，尽量给对方一点机会
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我们排除一些极端的案例，比如说这个男生是个奇葩，上来就动手动脚的，或者说呢推销产品什么等等这些。那除了这些奇葩的相亲男之外呢，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不能忍受的小细节上的问题让你不舒服或者第一印象比较差呀，或者说话呢不太投机然后呢，男生呢哪句话没说到你心坎上哪句话踩到你的雷了，或者说两个人聊着聊着就相互输出价值观了开始掰扯起来了，甚至是上升到了三观问题了那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人就可以 pass 了。这种呢就是下判断太早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印象它确实很重要，但是它并不绝对很多男生真的是他没有被培训过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聊天，因为他首先不了解你，你们呢是陌生的朋友，想第一面就留个好印象特别难。你想第一印象就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能够出现一个灵魂伴侣，那这个概率实在太小了呀。要知道这个感情的培养它是一个过程，就没有那种天生对这个相亲第一次见面就拿捏得特别好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意义就是互相了解，为了促进第二次见面。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关注那些小细节如果整体上你觉得这个人人格上性格上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条件呢也合适，能够继续见面，那你最起码要给这个男生几次机会的。那么有些女生其实真的是很苛刻的，她觉得见第一面这个男生没有感觉，她就不会再见了。说实话如果这样的相亲的话不是说不给男生机会，你是在不给自己机会，明白吗？你真的是亲手在断送自己多次的姻缘。第三点就是多给男生一些正向的反馈。如果说你相中了这个人的话你千万不要哎呀我纹丝不动，我等着男生完全主动，等他来追我，千万不要你要给男生一点信息，就是说你觉得他也不错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呢跟他继续交往的。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男生呢前期送你一个礼物或者说呢他精心的去安排你们的约会去非常高档的餐厅，你呢也要懂得回馈的，时不时呢主动给男生发个信息主动去约男生也给男生准备一个小的贴心礼物对吧？那完了呢你再给男生一点信心嘛那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来到相亲市场的男生，如果你看上了他的条件，那么这个男生他对于追女生沟通方面他肯定是欠缺的，不然他这种条件他早就结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相亲当中这种条件好的男生他其实要求是特别高的，就是因为他不懂女生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就条件也不错的女生也有流入到相亲市场的他们可能也是因为社交圈太小呀真的不太懂怎么跟男生相处有一个女生就这样她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男生相处整个就是在靠幻想靠电视剧里的情节靠那些毒鸡汤的支撑，这个太吓人了没有男生说话能说到你的心坎里他做事能做到你的心坎里的，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虫有那么了解你吗？那这种类型的小公主真的你要提升一下情感方面的认知。对于相亲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相亲怎么穿，怎么聊，怎么选约会的地方，怎么推进关系，我可以来教大家如何高效的去相亲，而不是无效的去相亲，太浪费时间了。按照你们那个相亲方式你就相100个都找不到老公，明白吗？恐怕未来真的是要变天了不久的将来，咱们女人可能真的要面临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了。不知道咱们听说了没有最近马斯克呢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准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大量的仿真女性机器人美女。这个消息不知道会不会把那帮大老爷们给乐坏了听说那些机器人智商比人还要高，女人能做的他都能做，有思想有感情还会做家务做饭，陪吃陪喝还能陪唠嗑，功能齐全到你不可思议。它还可以用高新技术为你传宗接代的，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所以这么优秀的美女机器人，它还不要彩礼，不要房子，不要车，不要化妆品，也不要包包转账也不用美容美体，永远都是你第一眼看到它那个样子，身材永远不会走样的你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随意转换不同性格模式。女人该有的优点呢，它全都有，缺点呢就是太完美了。有了它呀，谁还会花钱娶媳妇儿呢？啥都能干，又听话又懂你，情商还高，基本上它能满足大部分男人对女性的个性需求。已婚的男人呢，可以用它做养眼的保姆，而未婚的男人呢，完全可以用它当老婆。
你没房没车没存款，他也不会嫌弃你啊。你生病了，他一样能把你照顾得很好。你的事业不成了，他也不会嫌弃你离开你啊，他不会让你生气，更不会跟你吵架，会帮你带小孩照顾老人。据说很快就要上市了啊。他的身高是1.73米左右啊，体重56公斤，太完美了，走路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完全可以陪你逛街，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到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也得与时俱进了啊，得增加一项新业务了，介绍机器人对象。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其实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啊，据今年7月份全国离婚率统计啊，北京的离婚率呢是 39%， 上海呢是 38%， 广州、深圳离婚率是 36%， 8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全国各省目前的彩礼排名不含房和车啊，江西最高38万，福建30万，浙江25万，江苏20万，辽宁20万，上海8万，山东7万，安徽16万，天津16，河北15万，湖北15万，重庆14万，甘肃的13万，山西13万。要是再加上房和车啊，这些钱恐怕没有一个100-200万啊，这个婚你是结不下来的。所以我估计你现在一定在想，那要是有那些钱，我还不如买他10个8个机器人女友呢，不同类型还不会争风吃醋啊，它不香吗？所以啊，我也很好奇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会支持机器人伴侣的普及吗？为什么很多人啊相亲之后啊，他谈恋爱进展就很不顺利啊，成功率也不高，原因呢往往就出在了交往初期，非常容易触礁。最近有一段啊，认识都3个月了，现在已经呢濒临分手。女孩特别委屈啊，来找我说这个男生要不懂她，自己是个女孩子嘛，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小脾气，耍个小性子什么的。男孩呢不会说话，总惹她生气。以前还总是啊很快就来哄她了，送个礼物道个歉什么的。可是最近呢越来越冷淡了，吵完架了之后10来天都不找她。这一次呢，这个男生啊已经1个多月没联系女生了。于是呢我就跟男生啊联系了一下啊，结果男生说这个姑娘太作了啊，每次呢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一句话没说到他心里，他就要跟男生掰扯，一定要男生服软了他才罢休。要是吵几句嘴啊，那不管谁对谁错啊，一定得男生过来哄他才行，甚至呢必须买个礼物表示真诚的道歉。他们出去玩啊吃什么啊玩什么都得按照女生的喜好。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帮他拉凳子呀没有帮他选喜欢的菜呀，没有帮他夹菜呀，他都会生很久的气啊，说这个男生不在乎他啊。刚开始的时候男生因为比较喜欢他嘛什么都愿意由着他惯着他。那这一次呢是因为男生跟他表白了，希望他们做男女朋友。结果这个女孩居然回答说还需要再考虑考虑这次这个男生沉默了于是1个多月了都没有联系这个女生了。现在的女生就很纳闷说男生为什么一生气他就不说话了呢？可是你让他说什么呀？他说了你听得进去吗？你又不会改。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呢，你又会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他要是真的跟你表明了态度的话，你又会嫌他不真诚，说他是在敷衍你。于是呢，人家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咽下这种委屈然后呢还得一次又一次的去哄你。每一次哄好了你之后，他还得自己躲起来哄一哄自己。但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谁都会很累的，问题又解决不了，情绪呢还不停的在堆积，那总会有被压垮的一天然后你就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变得沉默了，不爱说话了，也不来哄你了。他不是变了，也不是不爱了，更不是在跟你较劲，他只是感觉到一种切切实实的心累、无奈和失望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用尽全力去压抑他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因为他不想吓到你，也不想自己失控的时候说那些难听的话来伤你们的感情。但是你不知道的，他每调整一次情绪，你们的关系就会淡一点。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每一次他独自咽下失望和难过的瞬间，他都在往后退，直到推到不想退的那一天，你们的关系真的就散了。你明白吗？目前北京的相亲市场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女生你的年龄直接就决定了男生的交往态度。女生如果28岁以下，那30岁的男生呢还愿意选择你的也会比较积极主动的约你，物质上呢他也会适当的为你付出。那30岁以上的女生呢，基本很难遇到同龄男生的选择了。交往的时候男生也不会太积极了，
他们也会要观察女生的一言一行啊，进行评判。在付出这个方面，他们更希望你能跟他有来有往，相互平衡，谁也别占谁的便宜。那这个时候的女生，如果你不太主动啊，还想被动的遇到哪个男生啊，单方面的去追求你，这个概率已经很小了。女生如果33到35岁之间啊，基本上女生不主动的话啊，还强调自己慢热的话，那男生啊可能直接就放弃你了。约会呢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先约个不花钱的地方见一下啊，觉得还行呢就去吃个饭，没眼缘或者没感觉啊，直接就找借口走人了，连杯奶茶都不会给你买。要是女生大于35岁，那恐怕不管你主不主动，男生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了。估计啊，就算你很主动，恐怕都没戏。你们说对吗？来评论区聊一聊吧。35岁的女人来相亲啊，她说啊，感觉我们给她推荐的男人条件都不太行。我就凭她这一句话，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怎么会单到这个岁数的。说男人的条件不行啊，你得先看看自己的岁数行不行，好吗？我真的啊说，那20多岁的年轻姑娘啊，人家挑挑拣拣，那是人家有那个资格挑。即便是小姑娘，她没房没车，条件一般，人家也有大把的男生可以选择。可是你都到这个岁数了，你真的不会觉得，哎，你自己都单着呢，那些跟你年龄相匹配的男人也全单着的吧？啊，你这就是天真了嘛。本来你的选择面就已经很小了，你还得找那个条件很好的男的。你就说那些你看得上的男人，有一个看上你的吗？你自己心里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啊，你都这么被拒绝了，你还在这儿嘚瑟呢？自己要想一想啊，咱复盘啊，这几年还有条件很好的男人在追求你吗？要是有，你就不会来我这儿找了，对不对？啊，那些跟你相亲之后还假装装怂的男的，那人家是在给你留面子。要知道啊，你这么来说的话啊，他没上去直接怼你就不错了。听你说这个话呀，啊，好像是这些男人都得排着大队啊，让上杆子让你去挑，结果你还大手一挥，都不入你的眼。哦，我这全都不满意哦。你认为自己条件不错，那敢问是啥条件不错呀？难道是你的年龄条件不错吗？你自己出去问问啊，一个35岁的男生，他要是找个26、7的姑娘，他还得付出的多一些呢。你的条件这么好，你咋还没找到呢？啊，你条件好，男的条件不行，你就看不上。那我咋没见你问问那些你都没看上的男人，为啥也没看上你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大龄的女人真的啊，咱别再自己糊弄自己玩了，行吗？别问我今天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不是打压谁鄙视谁，我真的是拿事实说话，你能理解吗？现在啊，有很多大龄剩女啊，虽然她学历高，工作好，但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真的啊是被现实打脸的。你会觉得啊，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啊，大龄剩女看到这儿可能也很着急啊，想骂我。但是呢，有很多的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她们有些共性啊，是阻碍她们脱单的。基本上有以下这3点啊。第一呢，她们找对象啊太挑剔了；第二呢，就是她们活得太毒了；第三呢，就是恋商非常低。你看完了之后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再喷我啊。我就拿前几天到我这儿来的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的案例来讲讲吧。其实呢，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也能打个7分，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啊，她来我这儿啊，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啊，离异的，但是年薪100万，非常优秀的男士啊。一出来呢，她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她没有看上，感觉对方啊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啊，都是那些富家子弟跟他相亲啊，基本没有看不上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人，觉得很亏，带出去啊特别没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人，长相自己还不太喜欢，年龄还那么大。我说，那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啊？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万的，而且还能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那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他想了想说，也是，现在年龄啊一年比一年大了啊，确实不好找，要不呢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但是啊，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当我去问这个男士的时候啊，人家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他。男士跟我说啊，
这位女士聊天啊，真的特别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异原因之后啊，他又立马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这些问题。那他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啊，人家房子有多少套，在北京啊什么位置，公司的一年利润大概有多少，还问男士半年了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你还问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情商啊太低了。他的这些话完全啊都不顾及对方的感受，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女人啊，她已经读惯了啊，她的思维呢是很难顾及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呀，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啊，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啊，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啊就是这样的啊，她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她还要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可能好不容易挑到个满意的啊，结果呢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呢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们生活的独立惯了啊，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往往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谈恋爱，还不会处事儿。关键的是啊，他们还是小姑娘的心态啊，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啊，自己呢又不主动啊，还很作，所以啊他们处处都是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能嫁得出去吗？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有一个40岁的离异男士啊，再婚之后过得非常幸福啊。那他呢给我分享了几点他是怎么找老婆的。他说呀，根据他的经验啊，一定要避开以下这几种女人，基本上就不会在婚姻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要看一个女人啊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非常重要。他的前妻就是在他事业失败的时候啊跟他离婚的，还分走了他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去面对这种女人，给他的人生啊雪上加霜，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谁受得了啊？他说其实判断这一点啊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哎呀我可能快失业了啊，我可能要破产了，我再也给不了更多的钱给你花了。如果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要的女人呢，这个时候啊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她的时间的，她可能一天都受不了。所以这种物质女人是真的不能要的。第二种呢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啊永远不会跟男人去沟通的啊，总是让你猜，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这种女人啊结婚以后就动不动会拿离婚来威胁你。男人要不断的用挽留啊来证明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啊，只要是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你要是不哄啊不挽留啊，她就不肯罢休，然后啊把男人的这个耐心啊都磨光光啊，最后你们的感情啊也就磨完了。第三种女人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特别可怕啊，她非常情绪化啊，一句话不对啊上来马上就提高嗓门，拉开跟你吵架的阵势。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得顾着她，顺着她，让着她，那才叫男人呢，那才叫爱她呢。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啊，那必定是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如果有了孩子，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呢？你们说是吧？第四种啊，巨婴女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妈宝女、公主病。现在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哪怕走到了40岁啊，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他啊，他在家里啊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你还得会干家务，会哄他。一个男人娶了她呀，就娶了个祖宗回家，那没辙呀，谁叫你娶了他呢？那你就得伺候他。人家说了，我是女人得给你生孩子呀，你不就得付出一切吗？看看我爸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就应该怎么对我，那才是对的。所以啊，看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啊，就看这几点啊，一个不物质的，能跟你同甘共苦的女人，一个能接受你的缺点，包容你错误的女人，一个能给你温暖和理解，能把家里啊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女人，一个愿意和你携手共进白头到老的女人，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你们说对吗？来，星星亮一个啊。有好多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捧杀了的。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人他中了一次彩票，他就觉得自己啊一定一直都能中彩票，这太可笑了啊。之前我这里啊有一个93年的女生啊来我这儿找对象嘛，她学历呢还挺好的啊，是个硕士啊，身材呢也不错，有1.68米的身高，但是啊短板也不少。首先虽然是身材比较好，但是呢她脸长得不好看啊，皮肤也比较黑。总之呢不在大众的审美线上，
而且呢，他家境也很一般的外地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可是他自己却非常的自信啊，让我们必须给他介绍富二代或者创一代，还得长得帅啊，最好是北京本地的。他说自己的前男友就是富二代，而且长得还帅，学历也高，谈了2年分手。我问他是啥时候谈的，他说是在大2的时候谈的，一出校园就分手了，说男生家里边啊不同意他俩交往。我一看啊，他那个学校是个理工大学，而且他学的还是 IT 啊，那我就明白了嘛，这个姑娘啊，就她的长相啊，可能在农村这个小范围里边呢还是比较出众的。就这么着啊，长大之后呢，她又上了一个男多女少的大学，男同学啊追求她的必然就多嘛。啊，现在呢她还做着一个 IT 方面的工作啊，又是男多女少的行业。总之呢，身边的男生啊，她都看不上啊，觉得太普通了。还有比她年纪小的男生追求她，她都不同意。所以呢，她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太出众了啊，所以她的志向啊，就是自己不能嫁给那些平庸之辈的，一定要实现财富的飞跃。所以我看她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捧杀了嘛，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啊，要把她放在美女堆儿里啊，那真的是啊，啥也不是。要放在高学历的堆儿里呢，那也再普通不过了。在北京吧，满大街都是硕士啊，要论家境呢，那就更没有什么亮点了。甚至对于优质男人来讲啊，可能还有点减分。工作和收入就是普普通通的吧。所以啊，刚开始啊，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啊，要找这么好的条件的男生。后来我明白了，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是没有被现实打压过呀。于是我就劝他啊，尽量降低一点要求，找个各方面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生就得了。人家死活不同意啊，要跟我杠，非要那样找。后来啊，我给他介绍了几位啊，他认为很满意的男士，都是见了第一面就再也没有第二面了。好几个男士连微信都不跟他加。这姑娘在后来就问我嘛，她说为什么在生活中她能遇到条件好的男生追求她，可是呢来相亲了反而这样条件的人看不上她了。我很明确的告诉她啊，你不知道啊，在男人的世界里谈恋爱和找老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懂了吗？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啊，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啊，谁也不服谁啊，都觉得自己呢是 No.1 啊。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啊。你们就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满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啊，想法很对立，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还三观相合呢。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啊。你比如说啊，男生啊，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要请客、要吃饭、要送礼、要发红包、要转账，还要跪舔、要讨好。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是父母疼大的，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啊？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啊！现在男生都会算账了啊！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平均1个月要花1万块钱的话，那就13万了，一年下来啊，10几20万，没准啊最后都没戏啊！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所以说啊，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啊，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了。这个就是为啥啊，男生现在谈恋爱啊变抠了。他们说啊，能处就处啊，不能处就拉倒了。反正啊，我这辈子只给3个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可是呢，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啊。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的想法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啊，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那都是渣男。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嘴上说的再好听，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了婚，那是不是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别说跟你结婚了，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我都不给。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那说明他不爱我。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对吧？说白了啊，就是得给他们花钱才行得通。还有吧，2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啊，女生总是想啊，咱能不能多聊聊天啊，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这天都还没有聊好啊，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可不是啊，男人觉得那面都不见，还聊什么天呀？哪有那么多天好聊啊？聊啥呀？还有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你还想碰我想白嫖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得看你诚意有没有到位。就女生她有一种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但是男生想的是我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碰一下都不行啊？总之
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最后连女生的手都没碰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啊。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啊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你别用那些慢热、仪式感、什么礼物啊这些东西为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这个真的不叫爱，这个只是在索取嘛。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啊，觉得我说的对了啊，给个小心心再走啊。